很多人都经历过失眠的困扰，或许你也是其中之一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你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眠，反而感到焦虑和疲惫。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，很多人都受到失眠的困扰。据报道，英国有多达1600万成年人面临着失眠的问题，其中1/3的人称自己患有失眠。我周围的朋友时不时会分享说，尽管每天没有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下班后回到家依然会感到非常的疲惫，即使周末在家休息一整天，也还是会感到非常疲劳。睡觉醒来后很少觉得精神焕发，反而感到全身很紧张，很有压力。有些人为了摆脱这种紧张感而求助于酒精或者镇定类药物来入睡。失眠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，还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。那么，你为什么总是感到很累？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缓解压力，从而获得真正的放松呢？在今天这期影片中，我们将探讨这些问题，并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和方法，来帮助您减缓压力，获得放松。你为什么总是感觉很累？疲劳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，其中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原因。身体方面的原因可能涉及睡眠、营养不良、缺乏锻炼、体内患病或者慢性病、药物副作用等。心理方面的原因可能包括压力、忧郁、抑郁、心理创伤等。此外，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也可能导致疲劳，例如过度工作、加班、工作场所的噪音或者温度、交通拥堵等。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，处于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竞争激烈，人际关系复杂，自己的价值得不到肯定，对自身定位迷茫，加班频频，事业家庭无法两全，特别是财务的困难，自己的健康和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等，都会给人们带来长期压力。如果你所在的公司提倡并鼓励人们加班，那么很可能你会变成一个工作狂，从而不断地压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能量。这是因为很多公司的文化认为持续的紧张可以提高产出，而休息就等于懈怠。这种文化会让很多人觉得只有不断的工作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才能赢过同事。社会崇尚个体奋斗，但社会开放当然就会导致很多人随时面临资本丧失、地位下降等等风险。于是有的个体生活在升职加薪、当上 CEO、迎娶白富美的个体奋斗压力，同时很多个个体面对的是害怕各种风险，时刻处于不安全感的压力之中。所以他们习惯于不断透支自己的能量，害怕一旦放松懈怠就会被淘汰。此外，糟糕的时间管理也会带来持续的紧张感。那些有习惯性拖延的人，往往会在项目完成之前一直处于没有完成工作的焦虑中。即使下班回到家没有在工作，情绪的影响也很难让他们彻底的放松，心里会一直在想工作上面的事。当项目终于完成的时候，下一个项目随即开始，从而导致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休息时间。而在日常生活中，因为无法将长期紧绷的思想放松下来，会导致他们浪费很多原本可以休息的时间，从而造成长期的焦虑。还有高敏感度人群也很容易陷入持续的紧张感。这些人对外界的刺激，比如说声音、气味等非常敏感，比如一个突然的声音变化，可能就会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惊恐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可能是稍微影响了一下注意力。在低敏感度人群眼中，一个很舒适、很放松的环境中，高敏感度的人会感到这是一个随时要准备战斗的危险地带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他们会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持警觉。此外，有一些健康状况会让你感到疲劳或精疲力尽，这些包括缺铁性贫血、甲状腺功能减退、睡眠呼吸暂停症，也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，比如说怀孕、超重或肥胖、体重过轻、肌肉力量不足会让你感到更容易疲劳。还有在癌症治疗时，一些药物和草药的副作用也会让你感到疲劳。如果你已经持续的感到疲劳超过4周，请一定要及时就医，以便他们确认或者排除导致你疲劳的医疗状况。不良的生活方式也会导致疲劳。
在这个现代快节奏的社会中，我们经常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太多的事情。为了试图应对这些事情，我们有时会过量饮酒，或者摄入太多的咖啡因，或者在路上吃一些快餐、甜食等高热量的食物，而不是坐下来慢慢享用正餐。生活方式导致的疲劳可能是由于过量或过少的运动、咖啡因摄入等等。比如说，大量摄入咖啡因可能会导致失眠、易怒和焦虑等问题。咖啡因的半衰期为约5个小时，这意味着喝下一杯咖啡后，约5个小时后，体内仍有一半的咖啡因残留。不过，咖啡因的作用时间长短因个人而异。对一些人来说，摄入咖啡因后可能需要数小时才能恢复睡眠状态。如果你现在还在看这个影片的话，显然它对你有帮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记得点一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么，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缓解压力呢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规律作息，在放松的环境里，比如说泡个热水澡，听柔和的音乐，做些放松的伸展运动等。保持一个稳定的睡眠时间，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入睡和保持精力充沛。健康饮食，选择健康的食物可以更好的控制血糖和能量水平，确保足够的水分摄入也很重要。锻炼身体，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入睡，并在白天保持更好的精力和注意力。还有就是避免在睡前喝咖啡或者含咖啡因的酒精饮料等。保持室内的清洁通风，保持卧室的安静、黑暗和凉爽，可以提高睡眠质量。还有可以做一些瑜伽运动，例如冥想、深呼吸或者渐进式肌肉松弛法，可以减轻焦虑和紧张。那么我们如何要应对压力，从而获得真正的放松呢？关于放松会有一些常见的误区。误区1，以为娱乐就等于放松。娱乐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，但是娱乐未必能让你放松，它依然在消耗你的能量。比如当你看电影或者刷社交网络时，你仍然会兴奋地抓取信息，或者不断地对信息进行分析，所以有些人在娱乐结束后反而会感到更疲倦，甚至头疼。误区2，以为运动就等于放松。如今人们越来越提倡要运动，适当的运动确实能增强体质，缓解僵坐带来的肌肉酸痛，但过强的运动反而会进一步消耗能量。举个例子，下班散步可以让你在舒适中放空大脑，但是无氧快跑赶车则让人精疲力尽。每个人适合的运动量是不同的，同样的是慢跑，健康人会感到放松，体质较差的人会感到非常累。运动专家说，不要一味地去遵从书本或者网络上给的建议，根据自己的感受，灵活地去调整和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。误区3，以为和他人聊天就等于放松。有些人累了后会去找他人聊聊天，想借此休息，但不是所有的聊天都能让你放松，特别是对于社交焦虑的人而言，和别人聊天可能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，还可能要承担聊天后带来的风险。他们会时常怀疑自己有没有说错话，有没有得罪别人，有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，于是更加疲倦。在快节奏的生活中，周末转瞬即逝，每年的假期又十分有限，我们如何要在日常生活中放松呢？相较于时间管理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还需要注意能量管理。研究建议，我们要像管理经济预算一样来管理我们的能量预算，注意节流，避免能量的过度使用。我们可以规划自己的放松时间，例如列一个活动能量单，写下对我们而言哪些活动会消耗大量能量，哪些活动则消耗较少，选择那些给我们带来快乐且耗能较少的活动，例如看小说、发呆等等。此外，在做日常工作规划时，也要将这些小能量的活动放到日程计划里。除了日常的能量管理，利用周末来放松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应该避免在周末加班，这就要求我们要平时做好时间规划，避免拖延，不要把工作日应该完成的工作拖延到周末去做。另一个放松方式是在白天进行15到30分钟的小睡。研究表明，小睡能够有效提升记忆力，并清空大脑，为之后接触新的信息做准备。但是，小睡的时间不宜过长。
如果超过了30分钟，人们负责决策的脑区活动会开始减弱，醒来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它应有的兴奋水平，也就是说，睡起来之后会感到更累。另外，自然环境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压力，脱离紧张状态。研究表明，即使不必专门去公园工作，只要看到自然景色的图片，就能达到相似的效果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摆放一些有自然风光的海报或者相册，放在办公桌旁，以便随时欣赏。社交是一种放松方式，但不是所有的社交都能让你放松。我们需要选择和自己最信任、熟悉的朋友待到一起放松，即使不必一直聊天，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也会有放松的效果。但是注意不要谈论工作等会让你紧张的内容。最后，我们可以使用渐进式肌肉放松法来彻底放松肌肉群。这个活动大约持续15分钟，可以在工作间隙完成。开始之前，找个安静舒适的地方坐下，闭上眼睛，让身体放松。活动的第一步是紧张。首先，找到要训练的特定肌肉群，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该区域。例如，你可以从左手开始，接下来慢慢的深呼吸，同时用力挤压该肌肉群，尽可能保持5秒钟。在挤压的过程中，你应该能够真正感受到肌肉的紧张，甚至可能微微颤抖。但是，注意不要让自己感到过度的疼痛。在挤压的过程中，周围的肌肉群可能会受到影响。例如，当你握紧左手时，你可能不自觉地会绷紧肩膀。然而，训练的目的是要隔离不同的肌肉群，最终做到在紧绷一个肌肉群同时，而不影响另一个肌肉群。在紧张5秒钟之后，进入第2步，迅速放松紧张的肌肉，松弛下来并慢慢呼气。你应该能够感受到那部分肌肉变得松弛无力。尝试去感受松弛和之前的紧张肌肉的差别。一旦习惯了这个过程，这个练习不仅可以帮助你放松肌肉，而且可以帮助你提高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觉察能力，迅速地辨认出自己是否处于紧张状态。保持这种放松状态大约15秒钟，然后转到下一个肌肉群，重复紧张松弛的循环。在完成所有肌肉群训练后，花一些时间感受身体的放松程度。为了方便记忆，你可以从脚开始，逐渐移动到头部，涵盖全身各个肌肉群。最后，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减缓压力，那就是拥有良好的睡眠。关于拥有良好的睡眠，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睡足了时间，而是我们可能会相信了关于睡眠的各种误区，从而引起了睡眠焦虑。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。希望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